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都强烈建议叉叉来我们这里做邻居。还有很多朋友都说能不能介绍离我们房子近的，这样我们做邻居的话，互动性也会更好。其实我们这下面也有很多这种便宜的房子，但是呢，离我们房子虽然近，但是它离路又有点远，也需要走几步。大家都知道，上次这里发生火灾，烧了一栋房子，这栋房子呢特别的便宜，可能也就2万块钱就能拿下。但这栋房子虽然它是平房，但是它的面积比较小，如果说加上旁边的土地的话，还是挺好的。这个房子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这土地是那户人家的，可能到时候这些边边界界的可能有点分歧。而且呢，像这里，要想过车路的话，得砌宝坎过去，这里的成本又会增加很多。其实吧，这个房子如果说把它装修出来也是挺好的，我可以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上次被火烧的是里面的一些柴火，其实对这个房子没有太大的影响，而且它这个房子是用火砖砌的，他们这个墙砌的是双墙，不是单墙。像这种墙的话就要结实一些，它也不会发生倒塌的那种情况。只需要挂上铁丝网，给它再重新粉刷装修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房子它是2开间的，2开间比较小，就跟我们在上面看那个马路上的房子一样。但是它这个房子后面呢，它有3个桌距，到时候可以做成洗手间、淋浴间，是吧？这后面这是3个桌距的，然后我这里又到了另外一个房间，这2个房间又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说以前的这些房子格局都很乱，不好用。里面是一个卧室，这外面呢就是一个厨房。大家看，以前他们是在这里生火做饭的。听说他们以前这地面是打的有那个水泥地面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水泥地面消失了，可能是被他们给拆掉了吧。虽然上次被烧掉了，但是感觉没怎么烧掉的痕迹。对，这个房子主要是太小了，大概最多也就50多平至60平左右啊，加上后面的桌距的话，可能有70平左右。对，但是这个房子的话，看不到什么风景。对，这旁边呢就是他们的一块菜地。哦，我就说那些水泥地面去哪里了？被他弄到外面来拦土了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以前他们硬化的水泥地面。其实他以前的这个房子很大，这边全部都是他们的地基，后面房子倒塌了，可能就没有再修建起来，就是用来种地了。以前这里是他们的瓦房，就是木房子嘛，对，也是很大的，一直到这边。你看以前的这些生活气息都还在，这是以前的厨房位置。厨房这里有一个水缸，这个水缸的雕刻也是很精湛的。还有就是这个房子，如果说拿过来的话，其实旁边还可以搭建的。这里开个门是吧？开个门跟这边互动起来也是挺不错的。离路的话也不是很远，其实就在这旁边，这里可以修一条路下来。这旁边的那个位置其实好商量的，但是就是我们堆材料那里，就是我们买他们倒塌房子那里嘛，就他们家的地还是好商量的。这个房子其实进去看了之后，它虽然格局不太好，但我感觉采光都挺好的。对，采光是没有问题的。它这2边都没有窗户，然后这里可以采光，前面可以采光，它中间2个房间。对，这个位置就可以用来做小院，是吧？对。这个面积也是挺大的，如果说那里修一条路下来，这里买过来也是很划算。但我感觉它这个房子几千块钱应该会卖吧？我想的是房子加这块地可能2万块钱能拿下。对，因为他们也不会来这里住了。我们看一下这后阳沟这里，这后面没有啥空间了，可能是以前挑农家肥的位置，这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带大家看一下后面这3个桌距。我感觉这个后面的这3个猪圈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。对呀，这个第1个桌距呢，可以用来做一个茶室哈，或者看书的地方。你看，
这个面积大概有5个平方，5个平方的一个猪圈。给大家看一下另外的2间。其实它这三个猪圈，它的格局都是一样的。它们这里面以前可能是用来关猪或者关羊的，这些都比较小这个空间。后面这些都可以打窗户的。哦，这里这个猪圈已经坏了，进不去了。你看，这里这个猪槽好漂亮，小心，很深很深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猪槽到时候可以问一下他，还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买回去。给大家看一下上次那场火灾，其实对这个房子的影响不是很大，就只是把这里面的这些木材给烧掉了，还有这里这个粮食的茶具。现在我带大家到楼上去看一下，这楼上其实拿过来的话可以搭一个小亭子。这个楼梯是建在户外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离我们多近。那就是我们的房子。对，其实从这里一眼看过去就是我们的房子。这个版面的视野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版面。对，哇，看，在这上面如果可以搭一个凉亭的话，在这里看风景还不错啊。对，下面这个房子是左长爷爷家的，旁边呢就是放牛那位爷爷家的。对，然后上面就是我们的那个房子。对，可惜啊，这2块地都是那户人家的，只能从旁边下来让路。如果说这块地，没有纠纷的话，把路修在这里来，这个房子是最好用的。对，我们不是打算自己买地把这里修路下来吗？他们这个房子就在我们即将要修的这个路面上。村支书去找他们谈，如果说几万块钱他们能卖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买下来，然后把这条路给修过来。除去路的位置多余的地方就用来停车，到时候有很多朋友来玩的话，都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停车。这个，它这个房子就在这个路面上，所以使用起来的话也比较好使用，离我们也最近。以前的人们其实是很勤劳的，大家看他们的这个地基全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，而且没有水泥，能把它垒得特别的严实。这块地里面也是有几个石头，你看是长在里面的。大家看，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路。如果说这块地拿不过来的话，也可以往旁边修路过来。旁边的地是好协商的，就是当初他们倒塌房子那个位置，因为他们那户人家都说了，现在他们也不会来建房子了。如果说这些地有需要的地方，他们也可以卖的。对，你看上面就是爷爷奶奶家，然后那里就是那条马路，通路下来是比较简单的。他们这里这套房子整体的这个地理环境还是可以的，交通也比较好。所以说大家觉得我们看了这么多房子，哪栋房子更适合叉叉呢？你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，因为他也是想的是，如果说这里的房子够屏蔽，位置够好的话，他也是可以考虑。